这是我从拼夕夕买的乐高本月发布的新款法拉利，2799元，还赠送2朵玫瑰花。这是我在线下乐高实体店看到的法拉利，3499元，现货不打折。大家好，我是大蜡烛。乐高这个企业啊，它非常神奇。首先，它没有什么高深的科技技术，一个这样的乐高小人仔啊，成本5毛钱，售价高达99元，溢价近200倍。其次啊，乐高原本定位儿童玩具积木，但现在啊，乐高的人群里86.73%是成年人，其中43.9%是30岁以上的成人啊，甚至有人还说乐高还能持续涨价。一款2019年发售的乐高3450自由女神，发售是200美元，现在二级市场售价33000元。2018到2012年5年金融危机，乐高营收扩张了2.45倍，净利润增长4.15倍。那期间全球玩具市场增长率仅 9%， 虽然有上万的零件，他们的毛利率最高仍然到过 70%。 为什么乐高能保持如此高的毛利率？这家企业的护城河到底是什么？在森宝等大国产、价格实惠、质量也不差的积木的围攻之下，乐高又是如何不断找到第二曲线的呢？这一期我们就讲一下乐高这家公司。如果你从事的行业跟快乐相关，这家公司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乐高是一家丹麦公司，成立于1932年，发展到现在已经90年了，属于啥周期都穿越过了。2021年，全球 68.8% 的搭建类玩具市场都被乐高所占据。2021年营收高达533亿丹麦克朗，约人民币522.9亿元。在全球经济下行的趋势下，他们的营收还同比增长了 27%， 净利润高达 24%。电子游戏和手游市场都没能阻止乐高的持续扩张。除了积木玩具，乐高还制作了自己的乐高游戏、乐高益智课程、乐高大电影，甚至还学迪士尼开了一个乐高游乐园。复盘乐高的创业史，我们会发现这家企业最牛的就是不断的能找到符合当下的新定位。1932年乐高创立，目标是做一家给小朋友玩的开心的玩具积木。那个时候啊，整个玩具市场的积木原材料有3种：木头、金属、橡胶。乐高选择了木头作为自己的原材料。然而很快二战开始了，丹麦被德国占领，橡胶一下子变成军用物资了，金属也得管控了。政府先是禁止玩具进口，然后又禁止在玩具中使用金属和橡胶材料。于是乐高那些做金属和橡胶玩具的对手都破产了。乐高抓紧这个绝无仅有的机会，算是吃了政策红利，赶紧扩张。二战后乐高能持续增长，又有一个新的红利，就是婴儿潮。乐高看上了在玩具领域应用较少的材料塑料，那彼时市场上同类型的积木玩具也都变成木制品了。但乐高一下子投入了整整12年的利润来购买塑料铸模机，但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虽然塑料有很低的编剧成本，但是塑料太轻了，拼砌体验不好，没有拼插的积木就像一盘沙，风一吹就散。所以他们把积木改成了拼插式的。1958年乐高又申请了一个专利，改良版自锁性积木，也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有颗粒的这种积木。当时有人做了一个估算，用乐高的6块标准积木可以有 1.03 亿种组合。2004年这个数字又被数学教授 Soren Elias 推翻，他认为应该是拼出来9亿多种组合，让我觉得乐高不应该叫乐高，它应该叫拼多多，因为有专利。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有玩具厂家想做塑料拼插式积木，都得给乐高钱。那很多大国产品牌跟乐高又是怎么个竞争关系呢？我们国产的类乐高积木品牌都是从03、04那2年发展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是乐高差点破产的时刻。乐高在80年代末自锁积木的专利到期后很多的低价竞争者进入了这个市场。紧接着电子游戏在20世纪90年代末快速普及，乐高非常的慌于是疯狂推出新品，仅1998年就推出了347个新玩具，是1994年的3倍。越推新品越亏，乐高的领导人一时病急乱投医，执行了达尔文计划。顾名思义就是我得变异生意不行得升个异形企图寻求转型。乐高开始进军电子产品和教育行业，投入巨额资金建设乐高 3D 数据库，收购电子玩具公司，在韩国开设于140个乐高教育中心参与早教市场，模仿迪士尼建乐高乐园，这些都投资高回报周期长，新业务直接把乐高几乎拖垮。
1994到2003年期间，94%乐高套装都处于非盈利状态。03到04两年连续亏损10.7亿，再这么亏下去，血槽就空了。所以03、04年也就出了一批中国品牌。那比如小鲁班是04年的，现在也有了环太平洋2雷霆再起、哥斯拉、铁血战士等约31个主题。那车子有坦克300的模型，也算是有一些特色再比如这个同样在拼夕夕上买来的187元的森宝跑车模型，我也花了挺多时间来拼。不得不说拼装设计和拼装体验跟乐高确实有差距，但观赏性也还可以。不过带一个遥控组件的车才187，也不好说啥了。这个国货品牌是成立于2003年，之前一直没什么钱买 IP， 但是很幸运赌对了《流浪地球》，靠着里面那个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的装甲车一战成名。今年拿了阿里巴巴头头是道基金的钱。但是追赶乐高的道路还比较漫长。我们再回来说乐高是怎么涅槃重生的。当乐高快不行的时候，有一个人靠给乐高正确的定位，把这个企业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就是贝恩咨询的合伙人克里斯祖克。这个人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就是如果一个企业有强大的核心事业，每5年它就能发展一个周边产业。乐高当时的 CEO 和乐高家族听到这个理论很有感触，表示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不是5年发展一个周边产业，是1年发展5个周边产业，怪不得我们这波人成了败家子儿1年少干5个项目，我浑身难受。当时乐高家族为了请克里斯祖克表示只要你让我们企业恢复增长，我们就给你一大笔钱。于是就有了乐高的2005到2009的再度辉煌。当时新的管理者首先确立目标，就是要让企业先活下去，利润出来。于是把零件从14900个零件缩减到7000个，因为当时特殊零件一个模具只能制作5万个积木，分摊到每个零件的成本至少是1美元，这成本太高了。为此乐高鼓励设计师们尽可能的多采用通用件设计。为了能白嫖小朋友们更多的创意乐高还举办了机器人大赛，让小朋友参与到积木设计里，以及用粉丝共创计划让用户参与创作。像机器人瓦力的很多设计Minecraft 系列的一些作品就是出自玩家之手，这样设计成本也降低了。而乐高真正的壁垒，极致的标准化、极致的创意，反而也是从这个阶段发展起来的。为了能够回归自己的产品，乐高做产品时甚至会把用户全程拼装的过程录下来，看他们的表情，这样就知道哪些拼装环节能给用户快乐，哪些环节又是冗余的。这个数据库是别的企业搞不来的。那此外，乐高积极推动乐高 IP 的轻资产业务、剥离重资产业务，比如线下乐园能卖就卖，尽量让别的公司运营乐园，他们只做授权，收授权费。2019年乐高公司 IP 授权收入达到 4.5 亿丹麦克朗，这些钱又可以多买其他人 IP， 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比如乐高的法拉利跑车就可以叫乐高法拉利，森宝的跑车只能叫极限狂飙。当然还有漫威DC 星战这样成年的玩家就越来越多。面对成年用户强调这个东西的收藏属性，面对儿童用户强调益智，爸爸自然也更方便打着孩子的旗号多买自己喜欢的机械组系列，甚至再给小孩报个乐高班。那乐高是怎么把自己的产品有收藏属性种入用户的心智里的呢？首先要经常强调绝版概念，每个乐高的零件凸点上都要有乐高的图标，生产这样一个零件光开模费估计都要上百万。另外也要创造出一个二级市场，开头提到的$200涨到33000人民币的自由女神便是经典案例。再制造一些坊间传说，增加一些神秘色彩，比如据说在暗网丝绸之路只认2种交易货币，比特币和乐高，实际呢多数情况下未必能升值，更多是因为终端售卖价格的不统一。乐高在渠道管理上也是很神奇，他们的渠道营销体系非常的庞大繁多。首先是旗舰店比如上海迪士尼店是自己直营的，内部员工会给非常多优惠。授权店简称 LCS 店是乐高授权给经销商做的。 Kidsland 里卖的乐高则是属于专卖店。小10年前他们 Kidsland 曾掌握了全国乐高货源的流通。15年之前不去一线城市是很难买到热门款的，比如星球大战的大型系列都不公开发售。很多人以为只要在线下价格就都一样，实际呢乐高总是给处于不同位置的店定制不同的价格，哪怕是专卖店
也是受乐高官方控价的，是得根据乐高总部要求的价格定的就好比麦当劳卖小汉堡一样，不同地方价格就是不一样。这2年和线上渠道相比，线下店更像是一个体验店。以我端午期间观察的乐高杭州印期祭天为例人流量非常高，高峰期门口甚至需要排队，但大部分购买结账的都是积木花等价值较低的商品。乐高从2020年起也增加了对线上渠道的投入。2020年Lego.com 电商平台的访客数量较2019年增长了1倍。除了自有电商平台之外，比如拼多多这种我之前可能没想到的线上渠道，一些款百亿补贴后价格真的很香。像我今年买大热门新机械族法拉利时，刚好赶上了一个比线下便宜700元的价格，还送了2个积木花赠品，下单24小时就发货了，相当猛。这也让我回忆起了人生中的第一套乐高很多事情没有一个特殊的事件可能永远都回忆不起来。那套乐高是我爸爸买给我的，对3、4岁的我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套装，但我记得很清楚，套装中的各种车子根本没有引起我的兴趣，也根本不爱惜，甚至还把一些拼好的车子搞坏了。我只喜欢小小的冰人。也许是因为父母给孩子选玩具的时候很难判断一个小孩子是否有相应匹配的能力，新手父母们选拼装益智类玩具很难选的合适。不过今天做这个选题的时候让我意识到，90年代初一个进口的乐高确实也要不少的价格，买回来后小孩却不怎么玩，不知道当时父母会不会觉得可惜。我记得他们收入算不上高，即便如此，他们还继续给我买拼装玩具，很有仪式感的带我在天津百货大楼，只记得在很高很高的一层买了一个天皇巨星的四驱车。小孩子当然根本不会拼这些东西，只依稀记得家人在共同协作时无言的默契。那时我甚至不希望这个车子有跑的功能，因为这太复杂了。直到我又长大了几岁购买玩具的决策权全在我自己时，小学门口小店也出现了四驱车，我才意识到拼装的过程原来是这么美妙。现在我觉得应该告诉他们，虽然当年一些复杂的玩具我并没有表现得那么喜欢，因为真的无法理解那么多复杂的原理，但那些体验真的对我很重要。小时候觉得一个小家庭共同在一些小事上协作的机会很多，现在觉得还蛮少的。所以拼装游戏、积木游戏真的是很棒的活动，希望更多的家庭能从中享受到快乐吧。我是大蜡烛，谢谢你看完这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